I like the way you're moving. 收收收！哈哈哎，这地方真没女人味儿，下次再也不来了。说谁没有女人味呢？啊！小屁孩，知道什么叫做女人味吗？ I wish I didn't care so much about you. I wish that I could live my life without you. But it ain't easy. 这就叫做女人味。走，夏柔，回家。夏柔，你在外边等我，我今天非得好好教训教训这个小屁孩。哥，这一喝酒就发疯的毛病又犯了，你说这夏蓉也不拦着我点儿？哎，不得不说啊，这男模的身材真的还不错哎。在那想什么啊？快走！想跑？姐姐改天再去照顾你的生意啊，姐姐要去上班了，再见。啊！呀，这么尖，你属狗的？就算是狗，也是姐姐的狗。好狗狗，老实待着。姐姐上班要迟到了，请姐姐下班了再来爱你哈。沈氏集团的员工啊，看来我们马上就要见面了。周婉丽。今天下午有个设计方案的策划会需要您参加。今天大瓜灭绝师太少女回春，我在周总监的脖子上看到草莓印了。新总裁已经到办公室了，您要不要去看看？也好。对了，我只是作为新任总裁例行巡查公司，不用让他们都来接我。这个男模，你怎么还知道公司来了？因为想追你。哎，我不会跟你谈恋爱，太幼稚。幼稚啊！可你昨天晚上不还叫我哥哥？哎，放我下去。不放，除非你亲我一口。那就好着呗。好啊。
周总，亲我一口，我就放你走。赔了吧。你别忘了，你是谁的？申总，您这是？去给我安排一个周婉丽助理的职位。您这是什么 play？总裁怎么能当姐姐的小狗？还是助理好。赶快去！喂，抱歉，我来晚了。周总监，为了谈恋爱，连如此重要的策划会都迟到，看来你这是知道竞争不过我，要放弃副总这个职位了。我们这一期的设计是水果和珠宝的结合，别白费功夫了。就算你不赞同公司让我当这个副总，争取到了竞争机会又如何？沈氏起家做的就是高奢珠宝，我的客户都非富即贵，一个订单至少1000万起步，而公司交给你的不过是平价珠宝销售，就凭你们几个人，几百几千一件一件的卖，怎么可能赢得过我？平价珠宝并不是没有市场，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对于珠宝有自己的理解和需求，我们作为设计师，不就是为了满足客户的需求吗？客户的需求？你说的客户该不会是像你一样农村出身、朝九晚五的穷人，月薪几千也想佩戴珠宝，痴心妄想。有这点时间，还不如去喝杯咖啡，清醒清醒。人无贵贱，珠宝再贵也只是装饰品而已。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自己喜欢的珠宝和设计。既然公司提出了平价珠宝市场的开发，那我做的事就有意义，少拿鸡毛当令箭了。公司是为了给你找点事情做，让你输的呀心服口服。沈氏才不会做穷人的生意，是谁给你的权利让沈氏这样的高奢品牌沾染上穷人的穷酸气？我让的，有问题吗？你怎么来了？难不也不能硬闯我办公室，快走！我没有硬闯，我已经拿到你们公司的 offer 了。我对你说的话，认真的。新总裁竟然也来了，如果能让他看上我，哪还要和周婉丽争一个破副总？那接下来就看看我的设计方案吧。孟总监患有眼疾还来上班，身残志坚啊！这一次的设计依旧遵循的是公司的设计理念，采用较为华美的碎钻作为装饰，中间镶嵌的10克拉红宝石采用的是泰勒彩宝的切割工艺进行切割，使得整条项链看起来流光溢彩，尽显华贵。美则美矣，毫无设计感，他怎么当了总监？你还懂设计？好了，你们2个设计的都很不错，我决定同步推进，营业额高的可以直接晋升副总。散会。说吧 ，offer 怎么回事？什么？取工牌是吧？好，马上去。婉离，人事部让我去取工牌，我一会儿就回来。哎，真的。孟总监这么喜欢地面的话，可以把公司所有地都当做一遍。
定是他周婉丽频繁喊我出丑才会这样，不然沈总不会这样对我的。姐，他一定是想勾引沈总上位，我不让他得逞的。某些人啊，别整天想着勾引上司上位，你这种姿色咋看不上呢？你在这阴阳怪气什么呢？有本事我们相板。你挑衅我，别以为今天是你斗不过我，迟早我会把你从沈氏赶出去。你什么？精神病院电话号。干嘛叫人家打扫地板呀？人家不是对地板感兴趣，是对你感兴趣。孙总，这是送给我的礼物吗？人要是没有自知之明的话，可以照照镜子，别来烦我。沈总。凭什么什么好处都让这个贱人给得了？他勾引上了沈总，那副总的位置就是他的。看什么看？你不甘心吗？我可以帮你扳倒周婉丽，让你成为副总。你是谁？凭什么帮我？我是沈氏集团的继承者之一，只要你帮我扳倒沈明耀，让我上位，你一样可以做公司的副总。好啊，说说你的计划。沈明耀来公司之后不理事，却和公司的高层不清不楚，还滥用自己的职位影响公司运作。董事会的人知道，一定会革了他的职，让我上位。赵沈航，副总的位置自然是你的。我发誓，我跟莫娜一点关系都没有，我只喜欢你。我并不认为我们适合在一起，因为你比我小了整整10岁，而且你刚毕业，工作也没什么经验，不能胜任我的助理。赶紧走吧。虽然我刚毕业，但是我毕业于最顶尖的珠宝设计学院，这个学院的含金量你应该知道。正因为如此，我有着更多珠宝设计行业相关的人脉和资源，和你这种独立打拼起来的最互补，所以适不适合，要试试才知道。那就试一次。今天晚上陪我出席个酒会。好。明明是一起来的，怎么突然就不见了？难道是知难而退了？周大美女，今天你也来了。这个是合作活动，不能做。陈总监，你我平级，叫我周总监就好。你们公司选这么大一美女当总监，肯定是为了今天的酒会而来的。你呀，就别再推三阻四的啦。你什么东西啊你？居然敢泼我！我们盛世集团的盛总可是他们公司的大客户，每年的订单珠宝就几千万，你居然敢泼我！我怎么只记得您被沈氏集团的一个周总监吓尿了裤子？你要是还要纠缠的话，我保证明天2家公司都会知道这件事情。您怎么回事？我才刚走一会儿，你怎么被人欺负了？
一会儿你就跟着我，我在前面替你挡酒，你呢就负责谈合作。你呀，酒量不好，还替我挡了这么多的酒。我只是想证明给你看，答应你的，我都会做的。这一次的销售渠道彻底打通，我们设计的珠宝也会在各大商场铺货销售。不出意外的话，我应该就能成为沈氏副总，而你就是副总助理啦。你认可我了？怎么突然下这么大的雨？你背后全湿了。你有没有被淋到？没有。雨声汤水会着凉，我帮你走吧。我现在你去洗澡了，然后换一身干衣服。墙上的浴巾是新拆封的，可以直接用。外面洗手台上有一套我的睡衣，也是新的。沈明耀虽然年纪小，但是为人处事确实细致成熟。或许姐弟恋也没我想的那么可怕。那个，我成了，穿的是我这样的水。没事，这样就挺好看的。我是说，喝点姜汤。干嘛突然喂汤给我？你虽然看着是个冷面精英，但是我都发现了，你特别爱吃甜的。你观察人都这么仔细的？我只是对你不上心，到外面去吧，好吧？好了，谢谢。就一句谢谢，没有报酬。你想要什么报酬？我想要，哎呀，你帮我刮胡子。哎呀，别闹。还扎不扎？不加了，不加了。姐姐，我有男人的成熟稳重，还能给你男孩的浪漫，真的不考虑我？可以考虑。但不是现在。如果某人在升职宴上给我告白的话，说不定我会同意。真的？一言为定，我在升职宴上给姐姐告白，大口。预定给你的。喂，明天给我准备一束花，在宣布结果的时候给我送进来。我要公布我的身份，我要当着所有人的面给婉玲一个盛大的告白。哇哦！姐姐，这次项目验收会后，你就要升职加薪了？还不一定是我赢的。怎么可能？我们昨天统计营业额已经破亿了，所以啊，
这次审视副总的位置就是一个囊中之物。大家安静一下，为了避免浪费时间，我们马上宣布副总的当选者。我宣布，当选副总的人是孟娜。我宣布，当选副总的人是孟娜。怎么可能？明明我们小组的营业额高于他们。营业额高算什么呀？公司选中的才是赢家啊！你的就职文件我看一下。我果然，文件有问题，我去查，你拖着他。这简单换掉一个就职文件，很快就能被沈明耀查到呀！查到就查到喽，重要的不是就职文件，而是你要借此激怒周婉玲。只要你们能闹起来，就能成事儿。孟娜这份果然是假的，应该是被人换了文件，但是公司里谁这么大头？沈家豪，我出来。表哥果然聪明啊！我筹划了这么久，没想到表哥这么会看法。沈家豪，你在公司没有职位，不能参与审视任何重大决策，需要我跟你讲。哎，不用，表哥，反正离我2人的位置马上就要调换了。我看这个时间，孟娜应该已经告诉他了，其实是你偷付孟娜和总的项目，还有副总的位置。你说董事会不知道我们公司新上任的总裁和公司的总监有感情纠纷，因为争风吃醋影响公司运营，你说公司会不会是你的责任？你知道明明为什么你的营业额比我高，却还是我得到了副总的位置吗？跟你陪睡当上总监的位置是一样的技能。对，但是这一次是沈总，公司新上任的总裁。没错，我和沈总在一起了，他很喜欢我，所以啊，就把副总的职位给我了。你不嫉妒吗？明明你也很努力勾引沈总了，可他还是选择了我。你有臆想症吧？我什么时候勾引过沈总？周婉离啊，周婉离，明明你最看不起我靠陪睡得来总监的职位，但你也和沈总睡了，却也没有得到你想要副总的位置，我真是替你可悲啊！现在我就以公司副总沈总女朋友的身份警告你，离沈总远一点，不要再勾引他，不然我就让沈总开除你。沈总。哎呀，你不要信孟娜说的。我当然不信了，我连沈总见都没见过，怎么可能会陪睡？对了，婉离还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。婉离，其实……哎，你说咱们这个新任的沈总，他是不是有眼疾啊？为什么能看上孟娜呢？乱说话！小助理，你胆子大了啊！我错了，没那么简单。跟我说，沈总有眼无珠。沈总有眼无珠。嘿，跟我说，沈总蠢笨如猪。你这么多人身攻击呢？嗯，沈总蠢笨如猪。姐姐，
你的项目和职位都被抢了，你怎么生气啊？因为我觉得呀，新任总裁不靠谱，年纪小，经验少，还会被孟娜这样的女人所勾引，证明啊，也不爱吃。对我印象这么差，我如果现在就告诉他我是沈总，岂不是这段时间的努力都白费了？不行，得等我把孟娜和沈家豪解决了，再告诉万丽我的身份。所以啊，我决定跳槽去对家公司上班。不行，去对家公司上班。不行！哎呦，你走了我怎么办？我们不是说好的？我们不是说好了等升职再告白，对吗？可是没什么可是的，我不会把爱情放在事业前面的，那样只会跟我妈一样，落得一个被抛弃、含恨而终的下场。姐姐，难过就哭出来吧，我会陪着你的。流泪不是懦弱的表现，它其实是一种讯号。讯号？让爱人治愈你的心。不用担心，不想谈恋爱也可以，我会一直陪着你的。但你一定要相信，这次的升职一定有问题。我已经把我查到不对劲的地方上报给公司了，相信我，很快就会有结果。什么叫孟娜的能力与副总位置不匹配？总经理要求两人重新比试，谁能拿下今年的高奢订单，谁就是副总。怎么，对自己的工作能力没自信吗？要不要向全公司宣布你作弊，你就辞职啊？你以为沈总是在替你鸣不平吗？我告诉你，沈总啊是心疼我，怕我太累了，所以呢，想要用笔试的方式拿到你的设计案，然后写上我的名字，给我铺路。我倒要问问沈总，他什么意思？沈家豪，你不是说只要更换了周婉丽小组的销售报告，我就能当副总吗？现在什么情况啊？我还让你们用沈明耀刺激周婉丽大闹宴社会，你们闹起来了没有？啊！现在董事会的人不仅没看见沈明耀玩弄高层，反而认可了沈明耀的决策能力，真是特不诚实。哎，我让你勾引一个初出茅庐的毛头小子，你都做不到，就你这样子还想做副总啊？你有能力，不也连沈氏集团的董事会都没进去吗？只会埋怨女人，怪不得争不过沈明耀。记得啊，有的话可以说，有的话说不得。不过说起来也确实奇怪，周婉丽看起来很重视感情，可为什么她竟然和沈明耀上了床呢？肯定是对沈明耀有感情的。你既然昨天跟他说了你和沈明耀上过床，他却表现得毫不在意，到底是哪儿出错了呀？说不定他就是平时装的高冷，背地里私生活很混乱，也不一定啊。真是自己婊子当多了，看谁都像个荡妇。行了，我们也跟过去看看啊。趁姐姐做这个项目的时间，我就跟在她身边，1个月的时间，肯定能把姐姐拿下。到时候再公开我的身份，她就不会离开我了。袁总，姐姐怎么来了？姐姐怎么来了？沈总，我们谈谈。我现在不方便，你先出去。不行，这件事情关于我的个人尊严，请您认真对待。
我们就这么说吧，我感冒了，怕传染给你。不行，请您转过来，端正对我的态度。我们非要面对面说吗？背对背不行吗？不行。年薪涨30%。好嘞。沈总，我今天过来就是想问问你，为什么无故否定了我的工作能力和成果，还要把我辛苦做好的设计方案移花接木给孟娜？现在就是因为孟娜说累，又想再骗我出一次方案给孟娜坐享其成。谁说的？孟娜亲口说的。您在？我要告他诽谤。我是说，首先我澄清一下，我跟他没有一点关系。其次，我认可你的能力，如果合作方也认可你的设计方案，那公司的副总就是你的。行，我已经录下来，发给我的小助理，希望总裁您说话算话。喂，那个方案明天给我。姐姐的态度一直摇摆不定，不如借着外人的身份试探一下。对了，你刚说那个助理没有工作经验，你还留着他，是因为喜欢他？留着就是对我有用，至于喜不喜欢，这好像是我的个人私事吧。沈总，你应该管不着吧？再见。姐姐，总有一天我会让这个问题的答案变成肯定。南罗助理，不是在周婉丽身边的，不一直都是沈妙的人吗？对了，我那天挑拨沈明耀和周婉离的时候，我一直说的都是沈总，但周婉离好像根本就不认识沈总。有没有可能是沈明耀根本就没有告诉周婉离，他就是沈总？我明白了，看来沈明也不想让人知道沈氏总裁和公司高管的风云雨事。那我们就要揭穿他们真实的身份，先让他们鹬蚌相争，然后咱们再渔翁得利。不，他们现在正在甜蜜期，说穿了沈明耀的身份，很有可能他们几句话就把误会给解决了。不妨我们将计就计，等周婉离觉得自己已经赢了的时候，再利用沈明耀的身份给他致命业绩。到时候周婉离自己都会闹蛋，根本就不需要我们出面。你确定周婉离和沈明耀会把合作方陈总约在这儿？当然了，陈总最喜欢打高尔夫，他们要是想讨好，肯定要约陈总来这。那不来了吗？陈总啊，跟夫人非常的爱，几乎对他和夫人是言听计从。只要你的设计方案让夫人看上了，就打上差了。陈夫人，您这球杆好漂亮，在哪买的？好不好看不重要，重要的是配我趁手。我和周小姐的习性不太一样，这家球杆或许你用不顺手。陈夫人说的是，像他这样不会打高尔夫的人，可是不会明白的。陈夫人，这是您这牌子球杆的最新款，您试试顺不顺手？陈夫人的意思是，球杆不在贵，不在新，只在贵。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球杆，就像珠宝一样，品类繁杂不一，但总有让人眼前一亮的设计。只需一眼，便知道这根珠宝属于自己。你很不错，我们比试一下。
我都告诉他做什么事，您给我半个小时，我让你比我多听清一些。当然，我也要热热身嘛。那我也加入。姐姐厉害啊，这才几句话就让夫人动了呢。还不带我去练球？走。等会儿我都要看看你脚崴了还怎么比赛，等着看我和陈夫人比赛成功拿下项目。哼！来，没事吧？还让他俩演上偶像剧了。哎，别做的太明显了。猜怎么做？当然是以牙还牙。周婉厉害。那沈总现在可以教我打球了吗？要这么近吗？当然要抱这么紧了，不然怎么知道你发力的点对不对？课时费，看球。你通过打球想得到陈夫人的青睐是不可能的了。要给沈明耀还有周婉离下点药。为什么要对他们下药？就算是合作商，也管不着他们的私事吧？难道陈总和陈夫人是很保守的人？也不是，只不过呀，陈总最忌惮的事情就是这个。其实陈夫人早年也是个职场的女强人，只不过呀，她后来跟下属谈生意的时候酒后乱性被爆了出来，这才退隐，不出现在大众视野。陈总当年对外宣称陈夫人不是有意出轨，所以就没有计较。他们两个人呀，可是这有钱人圈子里面的模范夫妻。可是据我所知，当年的那个下属在陈总的示意下，下场十分凄惨。也就是说，陈总对此事十分忌讳，只是不好表现出来。对了，如果我们告诉陈总，周婉离也是有家室的，却和自己的下属助理在谈生意的时候乱搞，那陈总就会触景伤情，做坏对他们的好印象，而陈夫人也会因为此事勾起他的丑事，引起家庭不睦而厌弃。聪明。来，把这2杯水去给沈明耀还是周婉离送进去。打球累了吧？喝点水休息一下。运动后喝点水，对身体好。谢谢。陈夫人可真厉害呀，一看就不像突击训练的，以后还要向您多指教。婉离，这么短的时间练这么好，你很有天赋。陈夫人过奖了，有您这样全力的对手，我才能发挥的如此尽致。抱歉，陈夫人，我有点热，可能是中暑了，失陪一下。婉离，你脱衣服干什么？你怎么这么热？我也好热，我被下药了。婉离，你放开我！婉离怎么还没回来？不会是出什么事了吧？
这就是你们所谓的中暑生病。周总监和下属的关系可真是亲密，连陪合作方打球的间隙都忍不住乱搞。看来我真的要重新考虑我们的合作关系。陈总，您别生气，或许合作可以跟我谈呀。I made the perfect you in my head. Cause physically you are the blueprint. But internally, goddamn, you're a mess. So to stay with you, I had to imagine that he is perfect. Anything I give him, he deserves it. Rarely does he ever come to see me, but anytime he does, he makes it worth it. Like I earned it, gotta love him. And when I'm with you, I can't help myself, but only think of. 现在怎么办？就算我们知道是孟娜做的，也不能挽回我们在陈总夫人心中的印象了。或许我们不应该因为陈总而讨好陈总夫人。你的意思是？陈总夫妇每周3都会来这个城市喝茶。那你带这个话来。你给我的资料里面不是写了吗？陈总还没有从陈夫人那里接手公司的时候，还是一名画师。我托人打听到他最喜欢的画师，和他在见面了。这个是啊，进来。陈总，陈夫人，我们是为那天的事情来道歉的。走。首先，我们想简单的解释。检测到样本中含催情药物成分。那天的事情，并不是我们有意而为之，而是有人在我们的水杯里下了催情药。但确实，那天让你们看到这样的画面，确实是我们不对。还希望2位能够海涵，不要介意，不要影响2家公司的合作和利益。哟，这是黄大师的话。这是给您的赔礼，希望你能喜欢。啊，你们有心了啊！昨天的事儿啊，确实跟你们没有关系，放心，我们的合作还会继续啊！好。哦，你们的设计方案确实比孟娜他们好得多，我们陈氏一定会择优而取的。那期待与你们合作。我们就先走了，不打扰了。好，送他们啊。陈总，我看看这是什么呀？哎呦，这周婉离什么意思啊？他这不就是在讽刺您不要忘记自己是个小画家吗？是啊，陈总，您才是陈氏的掌权人呀，怎么能被一个女人给嘲讽？哎呀，你们说的对，放心，这项目能的，嘿嘿嘿嘿嘿嘿。陈总他怎么了？放心吧，项目肯定是我们的。这今天白日的，周总监怎么就做上梦了？周婉如，我告诉你，跟我斗，你的下场就是输。通过的方案已经在我手上，接下来由我揭晓谁获得了副总的职位。
她就是周婉梨。友情合作方的徐总代表其公司上台和周副总签署文件。徐总，陈总不才是陈氏集团的总裁吗？有没有可能不是陈氏集团，而是许氏集团？徐总，您刚刚也听到了陈总和孟娜在办公室做的事情吧？您应该先对这样一个总裁态度去办。还有，您当年和下属的事情，不觉得跟我们昨天很像吗？明明能退给了公司给了陈浩，自己不再出面，还觉得拘束了爱自由爱好者的陈浩。其实这一切都是陈浩设计的，他只为了吞占您的公司。您甘心被这样的人算计吗？不甘心。我代表徐氏公司正式和沈氏公司副总周婉梨签署合约，合作愉快。哎，金月，是我鬼迷心窍，我给你道歉。金月，哎呀，金月，怎么回事啊？沈江豪，这怎么回事啊？我们没有拿到项目不说，还被他们反将一军。周婉梨和许清月能合作，是因为他们有一个相似点。什么相似点？对自己的能力极度自信。他们这种人最接受不了的就是别人否定他们的能力。如果说我们把他这一次的晋升看作是沈明耀为他走后门，那他为了证明自己，就会断绝跟沈明耀的关系，而沈明耀又不是那种轻易放弃的人，他们一定会爆发一次巨大的争吵。我举报！周婉梨之所以能得到这次合作，是因为我们沈氏集团的沈总暗箱操作，他做了我们沈总的情人，我们沈总为他以权谋私。天哪，这是在公共浴室，沈总和周副总玩了个真花。都这种关系了，周婉梨的项目肯定是靠沈总拿到的啊！把大片给我挂！还有表哥，这照片可是我在龙潭山那个高尔夫球场亲自拍的，当时明明是你和孟娜。我们懂了，是我逼的周婉梨勾引你，在和合作方谈项目的时候在浴室乱搞，然后被陈总看到了，大发雷霆离开的吗？你们得罪了合作方，却还拿到了项目。周婉梨，你敢说你不是靠不正当关系得到副总的位置吗？我有没有能力，全公司最知道的不就是你吗？如果我没有能力，你为什么又偏偏从我手中抢走项目方案，当做是自己的？你少在这颠倒黑白，明明是你从我手里抢走了项目。你们在谈合作的时候乱搞，大家都知道这是徐总的禁区。徐总本来已经取消合作，是后来被我的项目方案给吸引，徐总才决定重新签约。没想到这一切都被你这个靠关系的贱人给抢占了。我怎么不知道？我被你的项目方案吸引了。没想到回来送个文件，能看上这出大戏。我记得没错的话，你的设计方案通篇错字，一点关于珠宝相关的词语都不设计，满篇写的都是自己的三维，想要勾引我前夫。我说的没错。后来你更是想勾引我前夫上床为目的，来换取项目。可是你万万没想到，公司是我的。我之所以把项目交给周婉梨，是因为我看上他的工作能力。我之所以敢这么说，是因为我有证据。需要我在你公司的大屏上放你的裸照吗？原来孟娜是靠当小三上位的，这样的人品怎么好意思去说别人呢？我之所以和沈氏合作，是因为我看上周婉梨的工作能力。如果你们沈氏屈才，那就让周婉梨到我们公司上任，我们给她的职务只高不低。就算他周婉梨真的有能力，那您能否认他在谈合作的时候乱搞吗？孟娜，糟的话说出口可是要负法律责任。我说错了吗？你们连床都上了，会什么关系都没有。你们但凡有关系，这项目的事情谁有受得起？
没想到沈氏口口声声说靠能力晋升，转头沈总自己又在公司选妃给情人晋升。朱婉离，本来我以为你真像你平时表现的那样，铁面无私，高不可攀。我敬重你，把你当对手，想要和你公平竞争。但我真的没有想到，你这一切居然都是靠男人等来的。我没有靠男人，以前没有，以后也不会。鉴于今天造成的恶劣影响，我会主动请辞沈氏副总的位置，完成交接工作后离开。我不是你，凭借我的工作能力，到哪都有立足之地。婉离，哎呀，表哥，周婉离已经引咎辞职了，你就没有什么对沈氏员工交代吗？我确实有些要交代给你们的事。来人！各位都看清楚了，沈家豪造谣陷害沈氏员工周婉离的名誉，毁坏公司信誉，怂恿沈氏员工孟娜给我和周婉离下药，导致项目耽误。以上所有犯罪事实我皆有证据，我将会起诉你。按照沈氏集团法务部的实力，你将会获得天价赔偿和数年牢狱之灾。你知道了又能怎样？反正我已经将证据都已经销毁了。你不可能有证据，我反正……表哥，沈总，我错了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，你不能告我呀，沈总，我求你，求你了，沈总，你就这样会毁了我。不想去也行，现在给我押送沈家豪到尼国分部，没有沈家命令，不得回。这么轻的处罚，不就是去尼国工作吗？你懂什么？没有沈家庇护，那种地方去了就回不来了。表哥，沈总，我错了，表哥。大家都听清楚了，周婉离就是因为有能力，所以能当上沈氏的副总。以后我再听到你们谁说周婉离半句坏话和谣言，你们的下场跟他一样。婉离，你别走。我不走，等着沈总继续隐瞒身份，欺骗我们。你以为今天的这件事情重点是我被诬陷吗？以我的能力，我会在乎这种无足轻重的栽赃吗？我会在乎孟娜和沈家豪吗？我在乎的是你，我在乎的是你从头至尾对我的欺骗。对不起，我隐瞒身份，一方面是我不想我们之间的相处因为身份让你感到有负担，还有一方面是我不希望我以一种强迫的姿态接近你的人生。姐姐，我年纪小，你本来就不喜欢，所以我不希望任何外界的事情能影响到我们的关系，希望我们是纯粹的。纯粹？你觉得纯粹是因为年纪太小、太天真、太幼稚？纯粹的爱，在我们成年人的世界里一文不值。你不想要被爱吗？我只是想爱你。正是因为我想，我贪恋，所以我本该在我大放异彩的升职宴上被人羞辱、被人践踏，我的付出被人否定，说是因为靠男人，被逼的我只能自请辞职。这是你想要的吗？把一个事业型女性带回家给你当保姆吗？我从来没有这么想过。杜婉玲，你这动手完全是贬低了我，也轻贱了你自己。轻贱？你从一开始就是这么想我的吧？你绝不能因为一个男人而像妈一样决心去。朱婉玲，这点小事根本不值得你为他浪费这么多长时间。哈哈，心中无男人，拔剑自来神。沈明耀，你怎么在这里？姐姐，
对不起，错了。我从来没有想过要进入你，我一直都喜欢你的自由，你的野心，你的洒脱，你的能力。我愿意做你这件事的后盾，做最支持。这不是我吗？你怎么翻到阳台上的？我从隔壁邻居家阳台接过的。翻阳台这个事情我可厉害了，不用担心。就是不熟悉你家的地形，摔了一跤。不过还好，这个没有摔坏，还能给你写字。只要你不哭，我就不疼。我知道今天白天的事情没有错，但我们真的不合适。我知道今天白天的事情没有错，但我们真的不合适。为什么？强扭的瓜不甜，如果硬要像我们这样在一起的话，只会是我的不是。不甜的话，我们可以加糖。不要再纠缠了，这个吻就是最后的告别。婉离，你是失恋了？怎么可能？我像是被爱情束缚住手脚的人吗？啊，宝宝，我跟你说，如果你遇到了一个非常非常喜欢的人，但是这个人他和你规划好的理想型完全不同，你会因为他打破自己的原则吗？而且你明知道跳下去就是火坑的情况下，没有臭男人值得你哭泣。我们家婉离就是最好的，他让你这么伤心，已经失去有你的资格了。况且在我这关，他也过不去。你说的对，没有臭男人值得我为他哭泣。这就对了，我们要玩弄男人，而不是让男人玩弄你。这样，姐去给你点几个男模，也让你好好享受享受快乐。哎，等着，等着，下手，下手，哎呀，我不需要男模，走吧。姐姐还是要吧，我会的可多了。不是让你走了吗？为什么还要纠缠我？姐喝酒。这么喝酒，不比一个人喝酒一次啊？我不是说了好听好讲吗？就算你色诱，也不上钩。谁跟你说好的？再说了，谁又跟你说你不会上钩的？我就是不会。那我上钩了，别怪我。姐姐嘴是硬的，脸是软的，那心呢？会我心软吗？我不是流氓，我是男模，是姐姐点的男模。我没有点男模，是夏柔她。我知道，她也是为了让姐姐开心，我也想让姐姐开心。为此，我愿意付出一切。为什么？因为爱，因为值得。如果你对我失望了，我可以重新追你；如果你已经把我们之间的嫉妒条清零了，我可以重新把它填满。爱情之间如果有100步的话，当你走出第一步就想退后的时候，我一定会坚定的向你走出那100步。我是不是应该再给他一次机会？我早知道男人没一个好东西，我竟然被他骗得趁着心软。原来是我蠢，沈总稍微有意思吗？怎么了？再也不要联系，你和我之间没有可能。跳动着的心才想去越过，是不是我
太笨，只要你说的我全都信任。沈总，沈家豪用最后一次势力状告你在公司搞乱风气。明天所有的家族成员会和公司的高层一起开会。王丽，你沈总别误会，没有走完离职手续之前，我还是公司的高层。等开完会做完交接之后，我会马上离开。妈，沈家豪的事我已经替你摆平了，以后做事儿小心点儿。我没有时间一直给你收尾。知道了吗？世家权贵从来不缺前赴后继的女人，不要因为一只麻雀影响你对我们沈氏的决策。妈，他不是。他无论怎么样，都不值得你这个沈氏总裁替他花心思。今天以后，我不希望他再出现在我们集团。正好，我正有此意。等一下做完交接之后，我会马上离开，不会出现在沈氏公司，也不会成为沈明耀的污点。妈，婉丽她，周副总不能走。怎么？你这是要反对我的决策？我们沈氏集团目前最大的合作方案，就是周副总凭一己之力完成的。而且我们的合作方许氏集团的总裁许清月，就是看中了周副总的个人能力，才谈下这次合作。这是他亲口说的，我们沈氏集团的人都听见了。而且，如果我们贸然开除了周副总的话，我们这次合作很有可能就流失了。周副总也是我们沈氏集团最顶尖的珠宝设计师，如果他走了，对我们沈氏也是一个极大的损失。周副总，你怎么想？我觉得就没。周副总，做事要有始有终。许总是因为你才签的这次合作，如果你突然走了，不是辜负他信任。谢谢，把这个项目做好，让我有机会趁这段时间追回你。我会留到此次合作案完成。好，那你也只能留到这次合作案完成。没什么事，大家都可以工作去了。妈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她是？她是你妹妹。冯母，一会儿先别告诉苗哥我是他的未婚妻了。他现在有喜欢的人，直接告诉他反而会适得其反。不如让我以妹妹的身份留在他身边，日久生情。于和刚从国外回来，对什么都不熟悉，你就把她当成你妹妹，多照顾一下。爸，我没时间，我还有工作要忙，而且我们孤男寡女的不太方便，您还是把她带走吧。不管你有没有时间，你都要照顾好于和。喵哥，我猜你喜欢那个副总姐姐对吗？我不管你跟我妈刚刚达成了什么协议，我警告你，不要对婉离动什么歪心思。如果她出事了，后果只会在你身上，成千上百倍的偿还。喵哥，你怎么能这么说我？我只是觉得那个副总姐姐虽然表面拒绝你，但实际对你还是有意思的。你留我在身边，我还能促进你们的关系。是吗？我警告你，你当绿茶的手段太浅了，显得你很蠢。你不要妄想以此为借口，成为我和婉玲之间的绊脚石。沈总，我来给您送文件。不好意思，打扰了。哎，婉离，我跟他没有任何关系。原来我真的看错人了，沈明耀居然为了劈腿，骗我当小三，还骗我不认识未婚妻。这些都跟我没关系，文件您收好了。
你吃醋了，是不是说明你还在乎我？你放心，我跟他任何关系都没有。我发誓，我只有你一个人。事到如今，你还有骗我？他不就是你的？婉妮姐，我们能谈谈吗？不行，婉离不需要为任何一个不相干的人浪费她的心神。你应该知道吧，我才是他的未婚妻。你这个小三儿没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吗？李瑶，你先出去吧，我有些话要跟他谈谈。我留在门外，你有事喊我。我不想闹到3个人对峙的地步。今天有什么话，我们就开诚布公的谈完，然后结束这一切。你装什么大气啊？早听说明耀哥身边有个老女人，他可真是不挑食。你应该知道吧，我才是他的未婚妻，他亲口和我说过，和你只是玩玩而已。你装什么？是不是以为装作坚强清高，我们上流阶层的人就会对你多看一眼？你是不是在嘲讽我？别以为明耀哥抱过你，我就会嫉妒。我们是联姻，婚前不追究任何行为，所以我根本不在意这些，因为最终他都会是我的老公，而我才是沈氏夫人。大妈，你这个标榜新时代事业型女性的人，是在和我辞镜吗？我并没有，我只是叹了一口气，你就破防的说了这么多，我就是觉得你自卑。我还有个问题，明耀是在进入公司之前就和你订婚吗？你们是在他空降总裁后才开始的？当然，在进入公司的前2天，我们还一起给明耀哥办了庆祝宴呢。就在那天，因为2家父母的撮合，他向我求了婚。他祝你们联姻幸福。我们当然会幸福，不过我看你好像不服气呀。那要不要试试看？是你这个真爱在他心里重要，还是我这个普通联姻对象重要？婉离，怎么样？雨禾有没有欺负你？明耀哥，你都看到了，我也摔倒了，你怎么能不分青红皂白的质问我？而且保姆都说过要你好好照顾我的。是啊，联姻就代表着父母同意且祝福他。你不用拿我妈来压我，我从来都没有向她承诺过要照顾你。再有下次的话，余家来求我都保不住你。沈伯母，周婉玲一直勾引纠缠明耀哥，你得回来帮我做主啊！怎么回事？明耀呢？我怪明耀哥，就是周婉玲的手段太厉害了，陷害我、推他、离间我和明耀哥，然后装受伤，让明耀哥带他走了。在我面前就不用耍这些歪心思。我既然看不上周婉玲，自然不会让她成为明耀的未婚妻。你也不要成为我看不上的人。如果你有解决问题的办法，我就帮你一起。如果你就这么哭哭啼啼，那么沈氏夫人的位置同样也不会是你的。伯母，按照我的观察，周婉玲十分的在乎面子和尊严。如果您能够和她出面约谈，言明她和明耀身份地位的不匹配，并且做惩罚，把她降到基层去，让他们2个疏远一段时间，应该就能拆散他们了。
好，一会儿我给明耀打电话，把他调走，你拖住他，我亲自跟周婉丽谈。这个伤怎么搞的？你信我说的，不信他说的吗？当然，我只信你说的。等一下。不能再心软了，对待自己的未婚妻的如此绝情，当场抱走我这个小三，以后如果厌倦我了，是不是我也会被这样抛弃？你走吧，我只是作为沈氏员工留在这里的最后1个月，我们现在没有什么关系，以后不要再见面了。是不是有人跟你说什么？你能不能不信他说的，只信我？如果不是我看到了孟娜转发过来你的订婚新闻，我还被你蒙在鼓里呢，你让我怎么相信你？没有人跟我说什么，我只是觉得给彼此留一些体面，以后不要再纠缠了。肯定是于和跟你说什么了，我现在把他找过来跟你对质。于和是我妈找来的，我现在去跟她说清楚，你等我。我在乎的从来都不是这些，是你对我的欺骗和隐瞒，导致我被……你还知道你是三儿？周婉丽，我以为你能当上副总这个位置，应该是个聪明人。你应该知道，沈家容不下你这种出身和品性的女人。没想到你得寸进尺。我知道你这种女人在想什么，想不劳而获，用身体攀高枝。开个价吧，你想用身体在明耀身上坑多少钱，我给你，你离他远一点。我什么都不需要，我什么都不需要，你也没必要再次羞辱我。我是凭借自己的能力当上副总的，也没有说你口中做的那些阿杂事。我和沈明耀在一起的时候，并不知道他有未婚妻，我也是受害者。那这么看来，你不想以小三儿的身份待在明耀身边，开个价吧。我不要钱，我只想证明我的清白。而且一开始的纠葛是我和沈明耀自由恋爱。你觉得以你的身份和品味，配得上明耀吗？你知道于家在培养于和这样的名媛上，一年花费多少钱吗？5个亿，你一辈子也赚不到。哼，我看你是个识相的人，应该知道廉耻。今天明耀对你的偏爱，那是因为他和于和闹别扭，现在2个人已经和好了。明耀交代给我的意思是，让你去基层，离他远一点。你不是叫他去谈话了吗？那可能是明耀想摆脱你的借口吧。今天你就去基层任职。原来你说的话都是骗我的，也是2、3句哄人的话而已。我竟然还相信，我竟然还敢相信男人的话，我真的是傻得可笑。周婉玲是吧？来这么晚还在这儿转悠，眼里一点活都没有。先把门店卫生打扫。我只是从总部下调做1个月的市场调查。我管你干什么？来到这个门店就归我管辖。
不听我的话，我立马状告总部，说你来到门店还摆着副总的架子。况且1个月以后，就算你回到总部，我也马上离职了。一个妄图勾引总裁上位反而被降职的贱人，我呸！哎呀，这谁呀？这不是我们沈氏集团的副总吗？怎么落魄成这样了？今天啊，你也别拖地了，就你。这是我们最新的设计。别放了，我都看不过来了，你有没有点眼力见？我渴了，去给我倒杯水。看什么看啊？你现在就是个普通销售，我是顾客，顾客就是上帝，不知道吗？这位客人，沈氏有规定，像你这种无理取闹的，我们可以将你驱逐出店，并归入黑名单，严禁进入沈氏旗下的一切产业。现在扯平了，你现在离开，我不追究你责任。你要是再无理取闹被归入黑名单的话，你这辈子再也无法进入沈氏得到任何工作。给我等着！周婉林，你勾引别人老公，现在把你降职，你现在发脾气发到顾客身上来了，我说的不对吗？这一巴掌是你搬弄是非，这一巴掌是你刚刚打我的。我警告你，没有事情不要来招惹我，否则吃亏的一定是你。凭什么你能心安理得的反击我？你来这是受苦的，你以为我会让你挺起腰杆啊？来这指明要你接待的人都会知道你是小三儿，都会叫你小三儿。我不是小三儿，你没和我未婚夫接吻上床过？我要不要把你拖出去，让大家看看你到底有多贱？标榜自己是新时代事业型女性，为了升职勾引别人老公当小三儿。你说的我没有错。如果你再宣扬，我会去法院告你诽谤。还有，我告诉你，我不会跟你抢沈明耀的。如果是这样，我希望我一早就没有遇见他。周婉离，彪哥，你别和婉丽姐吵架。如果你不来招惹婉离的话，我们永远都不会吵架。我是不是给你说过，不要招惹婉离，不然一下子保不住你。这些你做的。不是的，明耀哥，是婉丽姐想要打我，是自讨苦吃。你以为我会信你这个低端绿茶吗？来人！婉离身上有什么伤，她于和身上同样有用。走完之后扔远一点，不要脏了婉离的下班了。是。你们要干嘛？我是余家千金，你们不能动我！周婉离，都是你害的，明耀哥哥这样对我，我是不会放过你的。您是沈总的未婚妻于和小姐。你是刚才被周婉离泼水的女人啊？我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们有共同的敌人周婉离。你想要的是沈明耀，而我想要的是他副总的位置。我们可以合作起来把他赶走，然后取而代之。婉离。于和是因为你才找的我麻烦，我就不跟你道谢了。现在你把你带来的麻烦解决完之后，你可以离开了，沈总。婉离，你不要因为于和4就离开我好不好？你前2天消失了2天，我找了好久才找到你，你为什么不告而不？沈总，这又是和于和闹别扭了，来拿我寻乐子呢，是不是？就算我出身低微，
也不是你们有钱人呼来喝去的哈巴狗。婉离，我不会对你这样子的，以前不会，以后更不会。只要是选择题，你就是我唯一的答案。沈总，你是不是觉得我很傻很好骗？明明住着坚硬的外壳，却被你轻易的推开后，再一次的用心接纳你。你们有钱人是不是都喜欢家里养一个，外面再养一个？沈明阳，我告诉你，这是我的原则，也是我的底线。不论我之前有多么的喜欢你，我都不会让你得偿所愿。这其中我不知道的事，不行，我得问清楚。别再为了沈明耀的事情烦心了，做完这些就开启新的生活吧。你没事吧？你还紧张我，是不是说明你还喜欢我？我们已经结束了，你别这样。不结束啊，我们好好聊聊行不行？这段时间我们一直都在说气话，我们稀里糊涂的吵了好几次架，我们不应该走到这个地步的，我们不是应该走向更美好的未来吗？未来？我们之间有未来吗？我不想当你的小三儿。糟了，我们被锁在里面了。什么小三？我怎么可能让你去当小三？我去当小三，你都不可能当的。你不是和于和都已经订婚了吗？你妈都亲自上门警告我了。订婚？我不知道啊。我妈说于和是我爸至交好友的女儿，让我把她当成妹妹，还说她已经订。他一直跟我说的是你们早就订婚了，你只是把我当小三儿养着。还有上次离开，也是你妈过来警告我，给我看了你和于和的亲密照，让我离你们远点。我发誓，我真的不知道。如果我骗人的话，我就当一辈子你的小三。你被他们欺负的时候很无助吧？对不起啊。我之前承诺过要保护好你的，但还是让你受到伤害了，还疼吗？我没事儿，我觉得其实你妈妈说的也挺对的，你们沈家一定会取像于和这样门当户对的人，或许现在段老是最适合我们的。不要，你愿意去为了事业打拼，你为什么不愿意为了我去拼一下呢？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，你只需要站在我身边，我就有去打拼的动力了。我真的很爱你，你愿意相信我的爱？我可以相信吗？本来想让箱子把周婉离砸晕，给他点教训，没想到反而促成了他们和好。你有什么办法能把周婉离赶出沈氏？说说看。就利用周婉离生平最恨的一个，骗走他们母女所有财产，然后抛妻弃子，支持他母亲含恨而终的父亲。你要干嘛？周婉离他爸来了，等着看。你是谁？找我来有什么事儿？我是婉离的同事，您不用紧张。今天啊，我是代表公司来慰问家属的。周婉离，她做的什么公司？还要慰问家属？您不知道吗？这婉离现在啊是沈氏集团的副总，职位高，薪资也高，年薪100万呢。现在啊在代替沈氏视察珠宝店。这么多钱！这个小丫头片子一点风声都没给我透露。不行，必须得找她要钱。他这么有钱都不孝敬您，那确实应该给他点教训。不如
您去拿走珠宝店的珠宝了，然后再栽赃到他身上，好好教训教训这个不孝女。你说的对，敢不养我，就得好好的教训教训他。就算你让周婉离的父亲去偷珠宝，按照沈明耀的性格，知道不是周婉离指使的，肯定会帮他填平这个坑啊。所以要趁他们来不及解除这个误会，更来不及填平这个坑了。你什么意思？周婉离虽说是下掉1个月，但沈明耀心疼他，过2天就会把他带回盛世。只要打好这个时间差，趁沈明耀和周婉离刚胡惹事和所有高层谈话的时候，曝光他的父亲偷珠宝，给他致命一击。我下掉的时间还没到，提前回来会不会？你本身就去线下店铺做营业额调查的，既然任务已经完成了，当然可以提前走了。我才舍不得你吃苦。而且今天呀，就是针对营业额去调整我们的产品方案了，我们的项目马上就进入尾声了。那这样，我也可以离开了。你怎么又要离开？我们不是已经确定好彼此相爱，要一起走下去了？可是，一方面沈家对我的印象很差，另一方面，你母亲又有认定的未婚妻。这不重要，只要我过了我妈那关就可以了。我妈这个人虽然很严厉，但只有触及到她的原则问题，她才会生气。而且这中间肯定有于和在这添油加醋。既然事情不是你做的，我们给她解释清楚就行了。而且我爸特别喜欢有能力的人，我今天呢，还专门约了个妈妈过来，让她更有能力。妈，项目做的不错，要是能做好人就更好了。婉玲人很好的，之前的事情我可以解释的。总裁不好了，门店丢了价值1000万的珠宝。什么？公母别急，我们已经抓到盗窃者。珠宝是你偷的，是你偷的珠宝？什么我偷的？那不是你的珠宝店，我是你爸，拿你几件珠宝而已，说什么偷？赶紧放了我！真是蛇鼠一窝，小的毁坏公司名誉，老的直接侵吞沈氏财产。周婉玲，我要是你，我都没脸再进沈氏。不可能，婉玲不可能做这种事情。这段时间我一直陪在她身边，而且她身上一个珠宝都没有。倒是你，我要好好问问你，你抛弃婉玲失踪了20年，为什么突然能找到她的消息，而且专门找过来偷珠宝？你如果不好好交代，我会亲手把你送到警局去。如果他供出孟娜，孟娜竟供出我，我就完了。是周婉玲叫我回来的。我不是你前一阵子突然联系我说你进了大公司，有机会去珠宝店，叫我过来偷偷拿点珠宝吗？好，就是你要勾引明耀的。你看着不能结婚捞钱了，就喊你爸过来偷珠宝。早听说周婉玲是个狠角色，没想到这么有心机。不是，这其中一定有误会的。婉玲，你说话。他怎么可能告诉你真相？他还说你特别爱他，要继续找你要钱，直到榨干你最后一点油水，他才走呢。我也是良心过不去才告诉你的，是他亲自给我开的珠宝店后门，让我进店偷珠宝。他还说他根本不相信男人，要靠自己把钱捞够了才离开你的。我也是太爱自己的女儿，才会这样一步错步步错。求你们原谅我吧。你胡说！如果是我让你偷的珠宝，那珠宝应该在我这儿。这些天我一直和明瑶在一起，他可以为我证明。你都交代我放在保险箱里了，哎，
不信你们可以去查嘛，保险箱就是用他的名字开的。我没有，不是我。够了，你们父女已经造成了公司的损失，有什么话还是给监狱的警察说去吧。哎呀，不是我。现在证据确凿，你还要解释什么？周万里，我没有想到你是这样的人，你辜负了我的信任。沈伯母，看来以前明耀哥真的是被婉丽姐姐给骗了。现在知道错了还不晚，你说怎么处置他们？既然周婉丽的父亲是为了孩子才做这些事情的，那就把他放了吧。但是幕后主使周婉丽，绝不能轻饶。放开我！明耀哥，那我们……我会按照婚约跟于和进行订婚，我会补给他一个盛大的订婚宴。至于你这个低劣的小盗，给我滚到集团最底层去打工，用你打工的钱给我补偷钻石的钱，还有离我远一点，不要再纠缠我。看来你是真的放下他了。好了，我们走吧。跟我做的下场就是这样。你这个人老珠黄的蠢货，我使点手段就能把你打入地狱。哎，阿姨，我送你。别演了，姐姐，他们人都走了，地上不凉。你的戏也不错嘛，给了你一个眼神，你就懂了。你也不怕我真有婚姻？怎么会？我跟姐姐心有灵犀。哎，说正经的，你觉得周强被突然抓回来，是不是有很大的问题？我们沈氏集团的防盗系统反应很快，但是我们这边刚上报，于和就把你爸抓来了。哼，这未免也太小看了。所以反应这么快，计划这么周密，肯定是阴谋了。是啊，所以我就暗示你演了一场戏，也正好趁此机会抓出幕后指使。要是周强真的被抓的话，那我们的线索可就断了。既然于和能把你爸带来，我们可以先从他下手。是啊，人家现在可是你的未婚妻，你跟着岂不是更好？吃醋了？哎呀，我跟他只是逢场作戏，我发誓，我绝对会为姐姐守身如玉，不让她碰到我的一根头发丝。喂，妙哥，我们既然决定订婚，也应该多沟通沟通感情啊。周六我们去泡温泉好不好？好，地址发我。到时候我就提前进去，你试试能不能套出他的话。妙哥，你怎么还缠着少林啊？赶紧出来吓他。啊？那没什么声音啊。应该是这个出水口的声音。哎，你不是？哎，你撕我干嘛？你不是着急吗？我就想着顺手帮你是着急。妙哥，你下来呀。妙哥，我们马上就要结婚了，是世界上最亲密的人，你干嘛总躲？你干嘛总躲着我啊？我没有，我觉得好热。哎，你不觉得你开着牛？哎，你渴不渴？我去给你拿个果盘。关键时候拿什么果盘啊？那主意多，问问他。你不是说泡温泉一定能行吗？现在把明耀哥吓跑了，可怎么办？不可能，男人就没有柳下惠。这样吧，我教你一些让男人把持不住的秘诀，照着做一定能拿下沈。但是你要答应我，让我重回沈氏做副总。可以，等我顺利当上沈夫人了，
好处少不了你。竟然是孟娜和于和勾结的。苗哥怎么还不回来呀？唉，你去找他试试，看看孟娜说的方法行不行。这什么药？还真是面不一家，能让于和成为你的好啦，别闹了。我听见刚刚是谁指使你回去？我真不来。你再这样，我不跟你说了。不行，你告诉我妈。你是狗妈，老蹭蹭蹭的。理解这个危险。好了好了，我说了，我刚才听见于和给沈明药，是孟娜指使的。我记得孟娜，她之前不是要跟你去竞争沈氏副总的位置吗？那个人心飞的很。他消失了很久，也不知道回去哪。没事，只要他还想当这个副总，他就跑不远。哎，周强不是被你放走了吗？我们可以去跟着他，或许能找到你。好啊。难道这是周强在外面买到的？孟娜怎么会在这儿？他们看起来好亲密啊！走，我们去看看。二呢？我们直接上去敲门的话，或许会打草惊蛇，到时候什么都查不出来，他们还有可能会逃到别的城市去。我有办法。这就是你说的办法？之前去你家就这么犯的，有经验。你要庆幸，我家在这个小区刚好有个房子。哎，这儿的房子不便宜，一般人买不起。都说了，这事等着我来做，你怎么还自己动手啊？宝贝女儿，你看我给你带的什么项链？喜欢吗？爸爸，这项链应该很贵吧？你是我女儿，再贵也值得。当年我结婚有了孩子，你还愿意跟我，这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幸运。那个黄脸婆我早就看她烦了，我就拿她当保姆使唤而已。那是因为你对我们母女俩好，生下孩子愿意让孩子跟我的姓，还给我们买这么好的房子，我等你几年而已，我心甘情愿。畜生，我要弄死他！嘘，冷静冷静，你现在动手会打草惊蛇。也许是鸽子吧。吃饭吃饭。原来他的脾气也不是喜怒无常，也会为爱让步。那我这些年受的委屈算什么？我妈妈没有得到爱而自我否定、郁郁而终又算什么？文一，不是所有人都配被称为人啊。小时候我和妈妈经常被打，而她整天无所事事，什么也不干，是妈妈一个人打零工养活了全家。我一直认为她就是个彻头彻尾的人渣，但我没有想到
他居然还有另外一个家。为了让孟娜过上更好的生活，他竟然不惜代价的去骗钱，去偷珠宝，还把所有的脏水都泼在我的身上。原来这些年，他从来没有把我当过家人，原来一直被抛弃的只有我。50万，我永远不会抛弃你，我会双倍、10倍、无限制的弥补你之前缺失的所有爱。明天就是订婚宴了，我们新仇旧账一起算。那些欺负过你的人，一个都不会好过。 혹시 너에게 부담을까 봐你怎么泡温泉自己跑了？没等我？太热了，有点晕，我们先走。今天是我们订婚的好日子，我有个提议。于和，以前孟娜在的时候，公司运行的井井有条，现在副总的位置正好空着，不如让他回来吧。还有那个周婉离，林佑哥。 你以前就是太心软了，不该罚他去打工的，应该追究到底，把他送到监狱里去。都还没结婚，就开始管起我沈氏的事情了。不过你说的对，你作为沈氏夫人，早晚都要管的。笑吧，现在飞得越高，一会儿你哭得越惨。吉时已到，有请沈先生、于小姐致辞。 非常感谢各位能参加我的订婚仪式，所以我给大家准备了一份大礼，相信各位在看完之后很开心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明耀，你还想胡闹什么？是于和指使我在沈氏面前故意损害周婉离的形象，并且给了我50万定金，说如果毁了周婉离，他还会给我300万。你是指使周婉离他爸把项链偷了，然后栽赃我？ 不是的，不是这样的，你们都不许看，这是假的，一定是有人陷害我。明耀，你听我解释，不是这样的。对，都是假的，一定是周婉离，是周婉离陷害的。对，周婉离，一定是他。都这样了，还有什么好解释的？于和，你为了明耀耍些手段，我可以理解，但是你损害沈氏的利益，我是绝不会饶你的。不是的。 从今天起，于氏的投资，沈氏全部撤回，于家也不再享受什么上流地位。来人，把这个不相干的外人给我拖出去！明耀，你帮我说说话。想去哪儿？是不是你让周强来要钱闹事？ 还偷了珠宝陷害周婉离，我不知道你们乱七八糟在说些什么，不要以为放了几个假视频就能陷害我。那我就让你心服口服。明耀，放视频，看看孟娜在当铺里都干了些什么好事。大家都看到了，我在沈氏被降职。 从头到尾都是这2个女人在栽赃嫁祸我，可能我家怎么可能破产？我就是看不惯你什么都要跟我起，谁让你硬要怎么样？死不悔改，拖下去！等等，这些事都是我做的，和他没关系，一切罪行由我来承担。 你竟然愿意做到替他顶罪的这个份上？什么顶罪？我听不懂。你们不是要抓犯人吗？来呀，来抓我呀！够了！不就是因为她是你的私生女，你才袒护她的吗？我才是你名正言顺的女儿。你有没有为我考虑过？
竟然还要帮一个陷害我的人顶罪。孟总一直高高在上的样子，原来是个私生女。原来这副总的职位一直是亲姐妹在争斗啊！说这些有什么用？我女儿娜娜温柔懂事，不可能犯错，一定是你有病，你嫉妒她，所以想让她进监狱。证据确凿，我会让真正的罪犯得到应有的惩罚。我真是给你脸了，这么多年没打你，是痒了是吧？周强，你是要当着我的面打婉玲吗？我是真没有想到你们一家人，丧尽天良的父亲，还有不择手段的姐妹，你们现在根本不配做她的亲人。周婉玲有人爱，那就是我沈明耀，而且我给她的爱比你们只会多不会少。从来没有人像你这样，向全世界宣布对我的维护和爱。你们的犯罪记录我已经交给警察局了，你们马上就会被人带走了。各位，闹剧告一段落。既然婉玲是清白的，那么我宣布，我将恢复婉玲在沈氏集团副总的职位，并且将与她正式交往。婉玲，你愿意吗？我们确实在交往，沈阿姨，我知道您对我的庇护，放心吧，我不会影响明耀在公司的工作的。所以今天我要向您提出辞职，以后不在沈氏工作。婉玲，你放心，等明天沈氏和许氏签订新的合同方案的时候，你就会知道我的新身份。听说这次来谈合作是徐氏新上任的副总，你知道是谁吗？大家好，我是许氏的副总周婉玲。此次的商务洽谈由我代表许氏进行。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。散会。姐姐，我们今天晚上去约会吧。我知道一家特别好吃的餐厅，带你去吃。